这个面具真是你摘下来的吗？是啊。如果你爱的那个人呢，也能够全心全意地对你，心无旁人，那他就可以替你揭下这个面具，面具就会变成笑脸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青羽没有消失，我体内的情人咒也并没有解。怎么了，司凤？你哪儿不舒服吗？没什么，你不要担心，反正都已经摘下来了，是哭是笑已经随他去了，不重要了。现在要紧的是我们赶紧从这里出去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你说的那个木棍。啊，我……走啊，傻站着干什么？走了。我……司凤，就是这个棍子，上次我一碰它，它就用来劈我。依据先天八卦而生，这棍子应该就是阵眼。我上去看看，能不能破开这结界。
定坤结界破了，战神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玄气，玄气，师父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我没事。我刚才发生了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刚刚真是惊天动地，原来这不是木棍，而是一把神剑。我在万劫八荒境里看到过那位将军喊他的名字，他叫定坤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看来这结界是为了封印这把神剑而设，却让你误打误撞解了封印，化作了你的命剑，任你做主。这剑威力如此惊人，看似不是人间之物，或许与你有渊源。我之前每一次拿到万劫八荒境的碎片，都看到有一个身穿铠甲的将军。可这一次，当我手握这把剑的时候，我清楚地看见了他的脸，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我曾经以为这是一个梦，但现在觉得不只是这样。这把剑握在手里的感觉特别熟悉，而且那个将军的感受也好像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样。他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。司凤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那个将军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他一次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这些事情我都想不通。玄气，你不要怕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是楚玄机。可是，田奴以前说过，我是我，又不是我，那我到底是谁啊？既然万劫八荒境是可找出万世来路的神境，或许你看到的正是你的前世。我想，你的6世残缺或许也与这段过往有关。玄气，你放心，等我们找到了其他的碎片，什么事情都会弄清楚的。相信我。司凤，司凤，司凤，司凤。 ”
你的面具，机缘巧合就摘下来了。那要恭喜你了。啊，原来你们离泽宫摘了面具是要恭喜的呀？那也要恭喜你啊，陆月。我的面具和司凤不一样，司凤是非之地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小姬，你去周围探探，是否有邀请？等下我们御剑出发去福玉岛。好，小心点。司凤，我面具已经损毁，事关离泽宫公规，我需立刻回去受罚。后面的路怕是不能相随了。所幸你的面具不是损毁，只是遗失，而且你心中也无牵挂之人，回去好好认个错，或许能免去13劫刑罚。珍重。主人，小樱花，我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。你非人族，正好趁机混入天虚堂，打探万劫八荒镜的下落。若有消息，不可贸然动手，只需回来告知我即可。主人，你还要帮那个楚玄机找万劫八荒镜？我不去，我是你的灵兽嘛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况且你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我。主人，楚玄机帮你摘了面具，却没有帮你解咒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若心里有你，根本就不会这样的。我不知道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，不过情人咒还没发作，怕什么？你何必自欺欺人？他若负你、伤你、引你动情，到时候情人咒总会发作。等你手腕上的3片青羽消失，蔓延到你胸口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晚了呀！主人，你干嘛咒我？我是你主人，我要是死了，你就无家可归了。主人，你放心，命是我的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而且我猜，这与他60未开有关系。我让你抢回镜子，自然是为了我自己。恨就恨，是他害你中咒，就只能用他来解。主人，他若是敢伤你，对你3心2意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小樱花，我不喜欢你说这样的话。好了好了，我去就是了。小心点。小仙司命参见百灵帝君。不是让你不要轻易下凡来选我吗？难道天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那倒没有。人间数十载，天界一瞬间。帝君下界的事儿啊，诸位仙君乃至天帝帝座他老人家都没有发现。当然，这跟小仙瞒得好，也有几分功劳。那你所谓何来？哦，帝君，小仙不是写这本《3界恩怨录》吗？可自打您下凡之后啊，就再也没有素材了，搁这10几年了。可是今天终于又有了变动了。就是想来问问您的感受，丰富创作，丰富创作。什么变动啊？啊？小仙忘了，您下凡之后不能动用神力了，所以还不知道。他再次脱离了您的掌控，将那定坤剑的封印啊给解锁了。兜兜转转，竟又让你找到了定坤，终究避不开吗？这是小仙的捉住，帝君有没有兴趣一观呢？想当初这小战神还是帝君您一手调教出来的，成了天界响当当的人物。小仙琢磨着，你们2位若真能成了眷属，肯定羡煞旁人。可惜您和小战神都是冷清的性子，小仙心里着急，只好自己做主，以您2位的故事为蓝本，
编写了3届恩怨录里最重要的一篇。谁知道现在话本还没写呢，战神就被罚下凡间了。你醒了。你是谁？我乃百灵帝君。那我是谁？你是我的战神，是我救了你，我赐你一生，你此生都将为我，为天界而战。战神？哎呀，还是晚了！老子守着定坤神剑，等了整整1000年，让他说给我拿走就给我拿走了，而且还不留下来和老子好好打上一架，真是太可恶了！不行，我得去找到他，找他打个过瘾才是。神！哦，这臭味好熟悉啊！青龙，哎呀，你放开我！我真的有事儿。战神在人间的定坤神剑被人给拿走了。哎，青龙，咱好好说嘛。守护定坤神剑是我的职责，我得去把它拿回来啊。不必了，百灵帝君有交代，关于战神将军的一切，任何人都不得过问干涉。你不必去了。为何呀？帝君的吩咐，你还敢质疑？青龙，你放开我啊！你放开我啊！哎你！哎呦，好险，好险呐！亏得帝君您下界之前，在自己身上落下了障目神印，天界神仙也看不见你。要不然，被你腾蛇看见了，必是横生事端。我早料到腾蛇必难安分，才对他设下禁制。没想到，竟还是被他溜下界来。就是，你说这腾蛇，他跟战神也没打过什么照面呀，居然这么执着追着战神。那战神是他想追就追的呀！啊，他以为他是帝君您啊，不自量力。我下界不是为了什么人，而是为了3界。帝君下界是为了战神。你要是再乱写，我就会把你的破本子给烧了。为3界啊，为3界。只可惜呀，帝君您这么辛苦下界，还是让战神遇上了定坤。这定坤乃是上古凶剑呀，
当年战神用它斩杀妖魔无数，戾气甚重。您这下界一遭，恐怕是又难遂心愿了。帝君，今日乃战神历劫之日。那又如何？战神前9次历劫均以失败告终，这次是第10次。若此次再失败，便再无回到仙界的可能。另外，属下还打听到一事，有一些妖族也在寻找战神的下落。次次历劫，次次败，为何你就过不了你自己的心结？帝君，您可是天界之尊呐，怎么能不理天庭就这么下凡去了呀？我若再放任战神不管，他恐将永坠魔道。我就知道，帝君您从前那么珍视战神，怎么会说断就断嘛？心里果然还是放不下他。太感动了！不行，这段我一定要记在我的书上。我放不下的不是他，而是三界。只要他煞气不生，安稳度过此生，便可免去三界劫难。我亦可再度他成仙，回归天界。可帝君，这天界不能插手人间事儿。您若下界，这天帝定会察觉的，可是会怪罪的。所以我才来落仙台。您为了隐匿行踪，打算不经渡我道，强行化为人身？哎呦，帝君呐，您是天界一方尊主，这么做会被天地法则排斥，不但如剜肉剔骨一般剧痛难忍，而且一身神力也无法使出，所化人身更是连法术也难以学会，这如何自保嘛？哪怕下凡后，要用10年功夫逆天改命，重修气海。只要我想做，就一定做得到。帝君，帝君，帝君！近来你的修为大增，为师甚是欣慰啊。多亏了师父对浩辰的尽心指导。当日若不是师父收留了重伤的我，又收我为徒，浩辰也不会有今日。我说过，只要想做，就一定做得到。不管生出什么变数，我也定将它重归天际。大小姐这些日子过得如何呀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这就收不住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很多事比死都可怕。现在你只能走我给你选的路，要么待在这儿生不如死，要么跪下求我。休想！好啊，我就知道，你比他们都有意思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处处跟我作对，不知死活的招惹我，我就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。你当然不会这么快屈服了。少阳大小姐多金贵，多傲气啊！
我还有更多好玩的等着你。我一定会杀了你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大点声音。我一定会杀了你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！松手！你这个疯女人，你都这样了，竟然还敢咬我！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哎呦，你说你别管我，我就是去找订婚的，我保证。我看你就是想跟人家打架，不如你混到，你安分一点。森明老头儿，森明老头儿，你有古怪。腾蛇神君，刚才我看到二位大打出手，我就想出来劝架。你知道我胆子小，功力有限，又怕挨打，所以就没出来帮忙。神君，别吵了。请问这写的什么好东西啊？这三界恩怨录之蛇君霸宠，却舞倾城。神君，你还是快还给我吧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他呢是腾蛇，英姿勃发的天界打架王。不料一次偶遇，让他钢铁心肠化作绕指柔，甘心袖手天下。他是青龙，风流倜傥的天界神君。不料一次偶遇，让他陷入挚友和挚爱的两难抉择之中。这一切源于朱雀族的灵清上仙回眸一顾，风华万千，清丽绝伦。打住！我怎么听着有点恶心呢？那个英姿勃发的腾蛇神君，无疑是本腾蛇大。是。那个风流倜傥的青龙，疑似是他。那个灵清美人是谁啊？灵清美人师承玄火星君啊，是朱雀神君的亲戚，年纪轻轻天资卓绝，初次涅槃就成了28星宿的异宿上仙啊，厉害！这个我倒略有耳闻啊。不过我听说这位上仙呢，久居南方星殿，平日极少外出，与我们何干啊？腾蛇神君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啊！您不记得了吗？当年您救过一只小雀鸟，就是灵清的。这个小雀鸟对您是念念不忘，可是青龙神君呢，又对灵清是念念不忘啊！你们不要以为小仙我是瞎写的，我出笔都是有理有据的。看似是两位打架是莫名其妙，实则是为情所困。等一下。所以，我是单恋，还败给了腾蛇。不，你给我改了。思明，我觉得你这个故事写得甚好，给本神君好好往下写。好嘞。偏偏、玉宁，你们替我求求师傅吧。我们众位师兄弟也不是做错什么对不起师傅的事情，怎么无缘无故就被赶出岛了呢？师兄稍安勿躁，待我们了解师傅震怒的缘由，再帮大家说说情。有劳了。大家别急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咱们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在下雨司凤，这位是上阳派的楚玄机，有事求见东方岛主，还请二位通报一声。在下福玉岛翩翩，这是玉宁，二位若要上岛，与我们同行即可，这边请。浩辰师兄，我最近没有好好写心得，你不要生气啊。但有个好消息，我跟司凤已经和好了。这应该是最叫人振奋的事儿了。司凤改了原本的路程，和我们一起历练。司凤现在的修为真的了不得，她懂得也很多。
最近几次历险多亏有他在，师兄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哦，我忘了说了，玲珑和敏言也和好了。原来他们两个才是互相喜欢，我并不是，我还闹了个大笑话。幸好有司凤在，才帮我更快弄明白这些事。司凤真的好厉害，一路上帮了我们许多呢。于司凤，浩辰师兄，下面这件事儿是最重要的，还请师兄向爹爹禀明。我们怀疑轩辕派被天虚堂所害，住持掌门将天机珠托付给我，接着我们就被天虚堂的妖物偷袭分散了。我现在正要和司凤上福玉岛，玲珑和六师兄应该已经在岛上了。灵石长老临终前，确实说过轩辕已被天虚堂掌控，梧桐也是这么说的，只是我们并未亲自前往证实。那就是了。轩辕派虽说这些年气势消减，毕竟偌大一个门派，天虚堂哪有这般实力能够不动声色灭了一大门派？我看是那灵石长老善用妖丹，疯癫异想出来的罢了。我们人微言轻，诸位长辈可以不信，但轩辕派住持掌门若非真的走投无路，又岂会草草的将天机珠托付给我们这些小辈呢？天机珠？哦，东方叔叔，这个是住持掌门悄悄给我的天机珠。真是天机珠，这可是轩辕派的圣物啊！看来是得去探探轩辕了。玄机，这天机珠可否暂时交给我来保管？当然要交给东方叔叔保管了。他们天虚堂为了夺下这颗天机珠，是要拿到灵石，要复活魔煞仙。魔煞星？哦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听说他有颠覆三界的能力。颠覆三界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嘿呀，这魔煞星1000年以前就已经灰飞烟灭了，还怎么复活？他们要是能够复活魔煞星啊，我还能复活盘古大神呢！道主，天虚堂的确有此野心，而且他们现在正在步步为营，谋划动作。轩辕派只是一个开始，只怕接下来，他们要对付的就是离泽宫、点金谷、少阳派，或者福玉岛。让他们来啊！我怕他们还不成吗？立刻下令，开启护岛剑阵，我倒要看看这些妖孽如何能闯得进来。岛主，夫人寿辰在即，各派将至，剑阵全开，岛上弟子恐怕会恐慌的。再说，这轩辕派到底如何，还需探访确认。我说开就开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天虚堂的妖孽胆敢来挑衅巡视，看我把他们一并歼灭！不是的，东方叔叔。不是什么不是？这些事情不是你们晚辈可以插手的。对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叫人收拾收拾，带他们下去休息吧。东方叔叔，你能不能派人送我们出岛？我想去找玲珑和六师兄。肯定不行啊！天虚堂既然在找你，你在外面肯定不安全。行了，玄机，不用担心，我会派人去往高士山搜寻玲珑和米言的下落的。不是，可是我想自己去。放肆！我跟你爹爹是同辈，我说的话你都不听吗？如果因为我没有保护好你，出了什么事，我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有些乏了，你们先去休息。今天晚上呢，我设宴招待你们啊。玄机，真的不用担心，一定能找到玲珑和米言的下落的啊。先去吧，啊。
这院中的屋子都是空的，东西也都一应俱全，你们挑喜欢的住下就是了。再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就好。师傅他平日并非如此古怪，你们可不要被吓着了。哪里？只是岛主最近有没有去过哪里？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事怪事？师傅已经半年未曾离岛了，平日除了修炼，也就是陪着师娘打理一下岛上的草木，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。哦，原来这岛上的美景尽出自夫人之手，那可真是奇哉！不知夫人是哪里人士？师娘乃是紫铜山人士，后来师傅……师傅已经打开了福玉岛剑网，你们若是要离开，必须要通报师傅，经过他同意才行，以免被见证误伤。司凤，东方叔叔变得好奇怪，根本没法跟他说通什么。他这样把我们关在里面，就没有了玲珑跟六师兄的消息了。你先别着急，岛主不是已经派人去找了吗？玲珑美颜一贯豪气，也许路上做了一些行侠仗义之事，被耽搁了一下。倒是这个岛主变得焦躁易怒，大有古怪，好像是中了蛊一样。中蛊？我也不太确定，但是岛主的手臂上有红疹，且散发出了一股香甜之气，这与我曾经看到的一个中蛊之人是一模一样的。到底真相如何？今晚正好在宴上一试。剑阵到底是开了，闹得人心惶惶，还谈什么喜事？欧阳管家，岛主最近很是异样，你觉得呢？在下只是一个管家，这种大事不好过问。不过小心谨慎些总是好的，就怕天虚堂果真会来岛中夺取灵物。天虚堂若敢来，必让他们死在福玉岛的剑网之下。今日就让二位尝尝我福玉岛上的百花青露酒，刚酿好的，入口正佳。去问问夫人怎么还没回来。是。味道如何啊？香香的，甜甜的，很好喝。一看呐，就是少年不识愁滋味，正好品德。如果人的心中被凡尘俗世所郁结，也难品得其味。岛主风雅，于品酒之道自有见解。我这正好从离泽宫带了一些丹酒，岛主不如品一品。赶紧拿上来。这酒怎么没有酒味儿？就像白水一般。啊，因为我来晚了。夫人，来了，夫人。夫人，见过岛主夫人。这是楚掌门的千金。对，出落得如此水灵了。这位是离泽宫公主高徒，我倒难得见到离泽宫的弟子不戴面具的，可真是稀奇呀。秋柔，你又喝酒了？怎么，我不能喝呀？可以呀，你是自己喝的，还是和别人喝的？干嘛要告诉你？来，夫人。这是什么酒啊？好，这是羽少侠特意从离泽宫带来的好酒，要不你也尝尝？
味道如何呀？这酒虽淡，却别有清香，比我们浮玉岛的酒可好喝多了。好，你喜欢喝就多喝一点。听说轩辕派出事了，轩辕派自诩名门大派，其实藏污纳垢，走到今日啊，也是咎由自取。行了，青荣，你少喝点，这么说话也不合适啊，对吧？轩姐，于少侠，别愣着，吃菜，吃菜，喝酒啊！请进。于少侠，夫人有事，想请您到她院中一趟。刺客？没错，夫人言辞恳切，说有要事相商。好，请。有匪君子，如切，如磋，如琢，如磨，色兮，宪兮，赫兮，宣兮。有匪君子，终不可宣兮。夫人，宇少侠到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于司凤拜见岛主夫人，不知夫人找我来是有何急事？我刚刚弹奏的曲子好听吗？你怎么都不正眼瞧我呀？他们都说我是什么天下第一美人，你瞧瞧，是这花美呀，还是我美？这香味是紫铜山邪教的龟蛇香。什么邪教啊？我可不知。不知夫人，这香味是从何处而来？你想知道吗？那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今日你给岛主喝的酒啊，真是让我回味无穷。可是我回来调了好多次，也没有调出那个味道。你可否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做的呀？放开我！青荣，金奇，青荣，出什么事了？金奇，你来得正好。我本邀他来叫我做酒，谁知道他对我心怀不轨。你去替我杀了他，不然我都没脸活在这个世上。夫人，你这是在污蔑我！畜生，居然敢对夫人不敬！岛主，司凤绝不会做出如此唐突之事。我亲眼所见，还敢狡辩！见！东风叔叔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这畜生对我夫人动手动脚，我今天非杀了他不可！不可能，司凤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不要替他开脱。青荣天姿国色，他们一个个全都垂涎她的美貌，心生觊觎。晚宴的时候，我就看他一直盯着青荣，我知道他图谋不轨，可是没想到他居然这么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东方叔叔，你冷静一点。岛主，司凤不愿口出恶言，请岛主冷静地想一想。之前诸多弟子都因为对夫人不敬而被逐出，这到底是谁的问题？岛主一向光明磊落，怎么会在这件事情上如此糊涂，任人摆布？青荣，你竟然信他不信我？没有，我要你有何用？不要再来找我！青荣，你们都给我滚！
哎，秋柔，等我！怎么伤得这么严重？我带你去上药吧，四凤。我没事。走吧。痛吗？要不是我正好路过，四凤你就被冤枉了。这个东方夫人真是的，怎么这样啊？你什么都没有看见，就说我冤枉，那么信我吗？那当然了，四凤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清楚了。就算这个东方夫人好看，四凤心生爱慕之情，也一定会处理好，不会做夺人所好的坏事。心生爱慕之情，楚玄机，别的女人，认得再美再好看，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。你不明白吗？因为你们离泽宫一生不能娶妻吗？你还真是不明白吗？你摘下了我的面具，此后我便不需要戴上离泽宫的任何面具。我违背了宫规，便背弃了离泽宫，所以娶妻我也是可以的。可是，你说背弃了宫规，离泽宫就不要你了。那，你跟我回邵阳吧。你怎么永远抓不住重点呢？我要是跟你回了邵阳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是以什么样的身份？朋友啊，从小爹爹就告诉我，对待朋友呢要义不容辞，两肋插刀，所以他一定会收留你的。不对。那是道友。还是不对。还是不对。那是什么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你就入了我们邵阳派，然后呢，做我们邵阳派的弟子。只要你入了我们邵阳，就名正言顺的可以留在这里了。不过这样，四凤你就是我的小师弟了。他果然还是味同情史，可为何偏偏只有他能摘下我的面具呢？罢了，先说正事吧。坐下。玄机啊，看来我们还要在这个岛上待上几天，得先解决东方岛主的麻烦，再去找米言和玲珑，因为东方岛主已经被夫人下了蛊。你那天说东方叔叔中蛊的事情是真的？是的。今日晚夜，我给岛主饮下的是无味丹酒中的秘药。玄机，你们家和东方岛主走得很亲近，可曾听过什么关于夫人的事情吗？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爹爹跟我说过，那个时候紫铜山附近总有邪教作祟，经常抓一些年轻的女子去炼丹药。那个时候，东方叔叔去平邪，从那个山洞里救下了唯一幸存的女子，带回了福玉岛，就成了东方夫人。他们抓住那些姑娘，又怎么可能不把她们害死呢？一个不胜武力的弱女子，又怎么可能会活得下来呢？那你的意思是？那东方夫人和邪教是一伙的，不然怎么会使出邪教的蛊毒呢？中了蛊之人，先生会遭毒。放肆！我跟你爹爹是同辈，我说的话你都不听吗？这酒怎么没有酒啊？最后会神志不清，供人驱使。月圆之夜，便会进一步发作。到了最后，若夫人下最后一只蛊虫，岛主便会彻底沦为傀儡，赋予到威仪。下一个月圆之日，后日。后日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最近怎么总是在月圆之夜才愿意见我呢？我跟你说，
你以后不要去跟别人喝酒。你要喝酒，你跟我说呀，我可以陪你喝。我爱跟谁喝酒就跟谁喝酒，你若是不愿意陪我，大可现在就走。不是，青荣，你又说笑了，怎么会呢？无论你何时何地想见我，我都会很高兴的。别这样了好吗？我给你准备了酒。来，喝吧。谢谢。让我为你弹奏一曲助助兴吧。曲子就免了吧。不，我现在兴致正浓呢。怎么以前不知道你还喜欢弹琴呢？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。是啊，都已经是老夫老妻了，你还是这么神秘。记得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，是在那个洞中，就一眼，我便放不下你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对天发誓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你珍贵。可笑，我甚至想放弃修炼成仙的念头。修炼成仙，哪有和你在一起那么快乐？我真的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因为我能够和你在一起。你呢，青荣？10几年的夫妻，我情愿你今晚没有弹奏这一曲。原来你都知道了。东方叔叔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执意要害他？告诉我，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为什么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应该不是邪教的牺牲品，而是邪教的圣女女教主。被正派破了之后，无路可逃，便装作可怜，才留得一命。岛主这么聪明，这些年来未必不知道真相，还对你一直忍耐，你为何还要赶尽杀绝？青荣，这些我都能放得下，你为什么就放不下呢？真是太可笑了！你当年灭了我们全教，叫我如何放下？还有你们这些修仙大叛，杀过的人还少吗？凭什么你们做得，我们却做不得？你们不过是打着正义的旗号，仗势欺人罢了。不仅如此，你还把我当金丝雀一样关在这个岛上，哪儿都不能去。你把我当宠物一样圈养，还让我对你感恩戴德吗？我就是想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感觉，只可惜被你发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样的日子我也过够了。要杀要剐，随你便。师父，让我杀了他，替你解恨。让他走吧。
青荣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让我走，我已经没有家了，你让我去哪儿呢？还不如把我杀了。青荣，我当然不愿意让你走，可是我看你这么痛苦，我又何必强行留你在我身边呢？其实我只是担心，你只是在乎我的美貌，我怕有一天我的美貌不在了，变老了，你就会想起我邪教的身份。你还不明白我对你的一片痴情吗？你即使想让我死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为了你，我甘心去死。我不想让你死，你信不信？就算没有他们，我也会把解药给你的。我信，我当然信了。秋柔，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对吗？当然，我已经怀了你的骨肉，我怎么舍得让孩子的爹爹死呢？这是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一直以为你不喜欢孩子。傻瓜。秋柔，我不想看到他们，我只想跟你单独在一起。好，走走，来。这……各位，这件事情还希望你们不要说出去。东方叔叔，我这件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，不过是内子和我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，传出去也不甚光彩。于少侠，之前有所误会，在这里我替内子向你赔个不是。师傅，师娘她差点害死你，难道你就真的不追究了吗？解药我已经吃了，也没什么事了。你师娘也是可怜之人。再说了，这夫妻啊，哪有什么隔夜仇啊？用不了多久，你们也会明白这个道理。二位，今晚就当你们没有来过。东方道主放心，我们什么都不会说。多谢。现在，岛主思绪还乱得很。明日，等他心情平复了，我们再请求出岛，再去找米言和玲珑，好吗？可是，你说夫人真的是在开玩笑吗？我怎么觉得不像啊？说你什么都不懂吧，有时候似乎也不是太笨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到底是爱东方叔叔，还是恨他？他一会儿想让他活，一会儿想让他死。东方叔叔也挺奇怪的，一会儿让夫人走，一会儿又把她留下来。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旁人是很难看明白的。喜欢，便会患得患失，时而甜蜜，时而苦涩，变幻莫测。我就是觉得东方叔叔挺可怜的，东方夫人那么坏，他还一心护着他。再好的人，也有人不喜欢；再坏的人，也有人爱得不可自拔。只要是心甘情愿，就不会觉得自己可怜，反而会甘之如饴。反正我觉得，跟情这个字有关的东西，都挺难的，比修炼还难。我可不想遇到这么麻烦的事情。思凤，思凤，你怎么不走了呀？我在想，今晚夜色很不错。我听说岛主藏有好几坛上好的百花青露酒，不如我们偷他2坛，喝个痛快。偷东西不好。有什么不好？我们都帮他那么大一个忙了，偷2坛酒算什么？说的有理，走走。真可惜呀，本来马上就要将东方青旗变成傀儡了，竟被2个小东西破坏了计划。还有那雨思凤，竟毫不为我的美貌所动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她竟认得抽髓骨。
现在时间紧迫，我只能另想办法。你不会要走吧？你可是答应过我的，要走一定会带我一起走的。还有我们的孩子。